在思想的历史上，或许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全世界的思想家开始意识到两件事情：第一，神秘学从来没有被如此清晰地定义过；第二，这个领域比以往更加容易进入。因此，如果所有学派的探究者下决心去展开他们在这一领域的探索，就可能会发现这一领域的一些奥秘。当我们去研究已知的生命和存在的现实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比以往更容易清晰地定义出来。虽然我们还不知道问题的解答，虽然我们尚未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还没有现成的灵丹妙药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去解决世界的问题，然而就我们可以定义这些问题这一事实，我们可以指明奥秘所在的地方。科学之光、宗教之光、哲学之光就可以照耀在先前被认为黑暗的领域上，这就是我们将来成功的保证。除了少数的智者和神秘主义者之外，我们比500年前知道的要多得多。我们已经发现了很多自然规律，虽然我们尚未对它们进行应用，然而就事物本来的面目的知识而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不论如何，神秘学的领域还有待探索，我们仍然有很多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关于我们自己生命的这个问题。不论它具体是什么，也有一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定义为非我，也就是有关我们的肉身、我们的环境、我们所处的境遇以及我们的生活状况。如果我们去反省自身，又会出现我们自己特定的情绪状况、特定的想法、欲望或者本能等问题，这些控制着我们的行动。集体的问题也有很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饥饿和痛苦？为什么整个世界都处于困乏、疾病和不适的捆绑之中？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其背后有什么目的？如果从整体来看，世界的走向又会有什么结果？人类的命运是什么？起源又在何方？现在的关键又在哪里？生命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那些显而易见的和物质层面的东西，应该是唯一的追求吗？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时间从我们的脑海当中出现，并且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思想家所思考的问题。就这些问题的答案而言，已经给出了一些回答。当我们研究它们的时候，我们发现答案可以归类至3个主要的方面。现在提出这3个主要方面的解决方案供大家思考。它们分别是：第一，现实主义，这个学派另一个名字就是唯物主义。它的教导是，我们意识中的外在世界是真实的，事物就是它们看上去的样子。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物质和力量是唯一的现实，人类不可能去超越有形的事物，人类应该对他所知道的事实，或者说科学所告诉他们的事实感到满意。这是一种完美的、解释得通的解决方案。不过，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它有局限性，因为它并不持久，因为这种解释只接受可以被证明和验证的部分。若是有人质疑，确实如此，但是为何如此？这种解释就走不通了。
它也忽略了很多常人已知和已经认识到的真理，即便人类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知道那些就是真理。世界各地的人们意识到现实主义学派事实的正确性以及物质科学的正确性，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内在感受到在已经被证实的这些客观存在的背后，还存在着某种生命力，某种已知的目的性，而这些仅仅用物质去解释是行不通的。第二，有一种观点，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超自然主义。人类开始意识到很多事情毕竟不完全是他们看起来的样子，还存在很多无法解释的东西。他也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物质原子的集合，不仅仅是物质的存在，不仅仅是一具可以触碰的身体。他意识到内在潜藏着一种意识，一种力量，一种把他和其他所有人类连接起来的精神本质。他意识到对这种外在力量必然需要去理解，比如正是由于这一点导致了基督教和犹太教观点的演化。这两种宗教设想在太阳系之外存在一位神，神创造了太阳系，然而神并不存在于太阳系之内。这样的思想体系教导说，世界是由建立了太阳系的存有或者力量演化而来的，神去正确地引导这个世界，我们渺小的人类生命掌握在他的手中，而且根据一些隐藏的目的，有爱地引导着所有事物的演化。这些目的不可能被我们获知，也不可能使用我们有限的头脑去理解，或者说我们去一睹其面貌。这是宗教和超自然的观点，它基于个人不断增长的自我意识以及对自己神性的认可。如同现实主义学派一样，它只体现了片面的真理，需要加以补充。第三条思路，我们可以称之为理想主义。它假定在所有外在显化中存在一个进化过程，并且将生命等同于宇宙的发展。这恰恰与唯物主义相反，它也把宗教所假定的超自然神灵放置在生命，或者说放置在一个伟大的存有的位置。这些生命或者存有是在宇宙当中进行进化，并且通过宇宙的发展进化，正如人类通过肉身作为载具来进行意识进化一样。这三个解释的观点分别是直接的唯物主义、纯粹的超自然主义以及理想主义。现在我们有三个主要的思想线路来解释宇宙的发展过程。这三种思路都是部分正确的，缺少一个，其他的观点也变得不完整。若是仅仅跟随其中一条思想线路，则会导致偏离，进入黑暗，而且很多中心谜团不能得到解释。但是当把它们综合起来，聚集在一起，互相融合，把这三种思路进行统一和整合，这种整合的思想或许是在当前的进化阶段可以让人类更好地去理解进化的真实性。这些是我在这里所提供的建议。我们正在解释非常浩瀚的问题，或者说在解释玄虚的事物。我们正在进入公认的形而上学的领域。我们正试图在几场简短的讲座当中去概括世界所有图书馆中所收藏的内容。可以说，我们正在尝试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先简单粗略地概括真理的一个面向，然后再讨论其他的面向。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勾勒出进化的基本线路，研究这些进化线路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有意识的存在，它们
与我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去融合并整合我们所知晓的极少知识，一直到对这个过程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这样全局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我们必须记住，每一个真理都是从特定的观点出发的。我们要不断地去锻炼自己抽象思考的能力，直到我们可以像思考具体事物那样去进行抽象的思考。不然，我们不可能完全地去回答这个问题，即什么是真理。若是不能去抽象的思考，我们也不可能去以一种完全公正的方式表达真理的任何面向。相比一些人来说，有些人有着更广阔的视野，有些人则可以看到不同面向背后的一致性，有些人倾向于认为他们的观点和解释是唯一的。我只希望在这些讲座当中可以拓展我们的观点。我希望我们可以意识到，如果一个人只关注科学的面向，并且把自己限制在只研究纯粹的物质层面的表现形态时，坦白地说，他们跟那些把自己的注意力只放在灵性层面的宗教弟兄是一样的。哲学家忙于向我们解释物质与灵性层面连接的必然性是智慧的一个非常必要的面向，并且把物质和灵性融合成一个连贯的整体。或许通过科学、宗教、哲学这3个方面的结合，我们可以获知有关真理的一些知识。同时，请记住，真理就在我们心中，没有人对真理的描述代表全部真理的表达。思考过程的唯一目的，就是让我们自己进行桥梁的搭建，在心智层面进行工作。